夜幕降临，又到了辛巴的哄睡时间。给玩偶道晚安的时候，小小新还好好的，然而辛巴一把他放床上，他就挣扎起来，抱住辛巴就不肯撒手。偏偏辛巴还带着孩子们在客厅 happy， 这让辛巴哄睡的难度直线上升。好不容易把小小新按在了床上，结果裙子又被抓住了。辛巴没办法，只得再次给他倒杯牛奶喝。没想到这也出幺蛾子了，因为要腾手倒牛奶，辛巴就把孩子暂时交给辛巴。怎料这小家伙挣脱辛巴，直直朝辛巴扑了过去，结果就是孩子接住了，可是牛奶洒了一地。趁着辛巴出去买牛奶，兄妹俩决定帮妈妈在网上找找能不能解决婴儿缠人的问题。还别说，上面真就有针对婴儿问题的解答。这公司称有新型婴幼儿懂事教育方法，他们会上门服务，帮助小孩提高独立性和自主意识。咨询师可提供24小时服务，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家庭。没过多久，咨询师来到了家里，他首先就斥责辛巴对孩子过度爱护。对此，他表示必须采用魔鬼教育法。将小小新放在地上后，他就拉着辛巴离开了。看不到妈妈，小小新立马就哭了，这哭声把辛巴的心都给震碎了。他想立刻冲出去把小女儿抱在怀里，然而步子还没迈出去就被咨询师拦住了。他不是在哭，而是在庆祝自己的独立。虽说如此，但辛巴还是踢开咨询师跑了出去，却见小小新拿着字母摆了个我很好。这样看来，辛巴的离开确实帮助他独立了。小小新现在确实已经不需要辛巴了，他能自己想办法爬餐桌，然后坐在小凳子上吃香蕉和看书。然而辛巴看到他如此独立，却并不是很高兴。这时辛巴刚好从外边回来，辛巴就顺嘴问他去哪里了，然后辛巴就说自己做了5夜拖车郎，几天不回家是正常情况，他的工作向来都飘忽不定。辛巴也不想管他，就说想做这个就做吧。小小新现在是越发厉害了，几日不见都会给自己剪手指甲了，还会自己制作宝宝成长日记。无所事事的辛巴只得抱起了土豆，幻想着是一个婴孩躺在自己的臂弯。小新和眼镜仔在圣经上找污秽的词，好在未来骂人的时候用。这时辛巴找到小新，他很担心辛巴，毕竟他有整整4天没回家了。辛巴的话刚好被门外的小小新听见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小小新也看见妈妈望着窗外，担忧地说：“你在哪儿啊，默默？”小小新想了一下，决定出门去找爸爸。要说辛巴到底去哪里了，就不得不说说他这些天都干了些什么。当时因为小小新弄洒了牛奶，于是辛巴赶紧开车出门去买。他首先去了快一买超市，没想到偌大的丁香金1瓶牛奶都没有。这也不怪阿普偷懒没进货，而是全都被混混们给买走了。据说把牛奶、曼陀斯、彩票刮奖蟹混合起来可以助燃飞行器，看金宝那样子，这应该是正确的配方。无奈之下，辛巴又来到了酒吧，老谋子倒是端出了一杯白色液体，可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牛奶还是油漆。不过这也没关系，辛巴尝一口就知道了。好家伙，尝了一杯才确定这就是油漆。春田镇没有，辛巴就只能去往周边城镇，谁知连续经过了好几个小镇都没有牛奶。正当辛巴绝望之时，突然一辆牛奶车从旁边驶过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车进了急斗室，于是辛巴赶忙把车停在银行前面，就走进了超市。这次没让他失望，他买到了想要的牛奶，然而他的车却要被人给拖走了。原来银行门口明确写了是不允许外人停车的。辛巴连忙找到拖车司机讲明了情况，说自己也不容易，开了一晚上就为给孩子买牛奶。听辛巴这么说，司机决定放他一马，就说只把他带到车辆处理厂。一路上这位司机摇头晃脑的听着摇滚，辛巴就很惊讶，说没想到他老板允许他这样放肆啊。司机被辛巴的话给逗笑了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老板，他是为自己打工，为自己挣钱，想上班就上班，想休息就休息。就这么开着车四处溜达，调戏街边站着的美女，拖乱停的车。交谈间，拖车已经开进了车辆处理所，这里站着很多车被拖走的人，全都恳求着这位拖车司机大发慈悲，把他们的车还给他们。辛巴看到这些人摇尾乞怜的模样，很是羡慕，就想着要是自己也获得了这份工作，那不也是跟上帝一样，别人只能看他脸色行事。司机见他如此感兴趣，就邀请他也加入这拖车行列。反正春田镇的地盘正好空出来了，他连拖车都给辛巴准备好了，只需500块就能把那红色的老家伙给带走。不过加入这行列还需要遵守2条规矩，第1条只能在春田镇活动，不然他就完了。第2条，钩子必须要朝外，朝内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。之后辛巴就正式开始了拖车工作。第1辆车不太顺利，钩子一拉分崩离析，有了失败的经验，第2次就勾对地方了，就是完全不顾别人，本身就有特别停车权。开着拖车的辛巴那是所向披靡，拖着儿子就在马路上飞驰。就这样，小新还觉得不够刺激，要他老子再加速，结果就是辛巴一个急刹，小新撞在了车上，生死未卜。骗你的，主角怎么可能生死未卜啊？趴了没多久，这父子俩就抑制不住笑了起来。随着辛巴对拖车工作越发熟练，他也越发上纲上线，就连直升机停在消防栓上，他都给人家拖走。好好的拖车，竟给整成了放风筝，天上飞的还是干不过地上跑的啊！几番较量之后，直升机像死狗一样被拖走了。自从获得了这份工作，辛巴好不威风，直接用工资请好兄弟们喝了杯最贵的酒，为 Homo 以及被他拖走的车干杯。兰尼很是高兴，别人的车被拖
拖走了，他就可以把自己的车停在外面了。听到这话，辛巴来劲儿了。酒吧的外面只允许停1个小时，而他们已经在这里停了81分钟。讲到这，辛巴抛下朋友们去拖车了。兰妮还以为辛巴在跟自己开玩笑，直到看见自己的车消失在了视线外。这天，辛巴回家时恰好看见了小新，却把拖走校长车的事跟儿子说了。小新本就喜欢捉弄校长，听到这事儿自然来劲儿。又见窗外校长开着旋转椅上班，更显滑稽，而且紧接着还被路过的车子碾成了麻花，简直把父子俩斗得前仰后合。这时弗兰德走了过来，说是替校车交罚款，因为一整车的学生都被拖走了。辛巴这不近人情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公愤，老谋子在酒吧贴了辛巴的照片，用来扔飞镖，吃我一镖，你个大独裁者！他们都已经受够了辛巴拿着脱钩当令箭，可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毕竟连市长都没办法。这时校长妈妈站了出来，凭借着前3任丈夫都是拖车师傅的经验，她知道这些人都特别在乎地盘，针对这点，她想出了一个绝佳的报复计划。晚上，众人齐心协力把一辆车推到了激斗士的地界，然后在车前涂上了残疾人专用的标志，接着又往车上贴了很多张罚单，最后把激斗士的标志换成了春田镇，就躲了起来。辛巴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计谋，还像往常一样开着拖车在街上巡游，接着就看见了那辆为他精心准备的汽车，无数罚单占了残疾人的停车位，挡住了消防栓，还有看不懂的车牌。如果说他的拖车生涯是一部电视剧，那这一定就是第2场高潮。然而他没想到，刚把拖钩挂上，之前领他进门那司机就气冲冲跑了过来，我说了别和我抢地盘。辛巴本想解释自己并没有出春田镇，却不想那帘子早已被拉下，露出了激斗士的标识。这一下辛巴慌了，忙跟那司机赔不是，可人家根本不听，直接扳手下去砸晕了事儿。那司机拖着辛巴的拖车，拖车又勾住辛巴，就这样在大街小巷穿行。还别说，看辛巴这样子还挺享受的。那司机把辛巴带回了家，然后扔进了地下室。他不是第1个被关进来的，还有好几个哥们儿，他们都是因为抢占了地盘沦落至此的。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室，只有一扇窗子与外界连通。自辛巴被抓后，人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，他们是想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，完全不用担心。他觉得没了辛巴这样不近人情的执法者，社会完全可以进行自我调节。这天，卡尔就把车一脚刹进了残疾人停车位，而属于残疾人的校长妈妈一看位置被占，就报复性的占了3个停车位。紧接着是寻找位置的明星，见有人把车横着停，直接踩油门冲了上去，看看谁敢这么横。这天，辛小妹接到了爸爸的电话，她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回家，辛小妹很担心，就多问了几句。然而枪口对着辛巴，她不敢多说，只说在工作，让女儿不要担心，也不要报警。说罢，辛巴就挂断了电话。没有了辛巴的春田镇，没过多久就成了交通事故频发的地方，马路上挤满了车子，甚至墙壁上还挂着车子，没人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所有人都在互相指责，想做什么也全凭喜好。船和飞艇都上了马路，最夸张的还是火车，这都能开进城镇。外界一片混乱，地下室却风平浪静。辛巴凭着丰富的电影阅历，给哥几个讲起了故事。他现在在这群人中那是备受推崇。再说回小新，等金蝉脱壳离开房间后，他骑上圣诞老人小助手就出门了。这一人一狗走过了春田镇的很多地方，最后循着味道来到了激斗士的标识之下。这时小新发现了一根 M 头发，对着月亮一看，这不就是老爹鬓角的那根吗？看样子方向没错，他指挥狗子加快了步伐。此时辛巴正在地下室进行演说，如果我当选了这个小社群的主席，还没说完就瞥见了窗外的小女儿。恰好这时那拖车司机要出门工作了，小新就把那车上的拖钩勾在了窗户栅栏上，那司机一发动车子，这窗户就被拆除了。顺着这个洞，辛巴重获了自由。接着父女2人就回到了家中。当得知是小新救了辛巴，辛妈的心情有些复杂，看来那个时时刻刻都需要自己的小女儿是真的回不来了。不过辛妈也看开了，她已经学会了抱土豆袋。谁知小新看到那系着蝴蝶结的土豆袋，气不打一处，几步上前就把她打翻了，然后向妈妈伸出了手。辛妈试探地抱起了小女儿，但她还是不确定小新是否真想要抱抱。不等妈妈把话说完，小新就用奶嘴封住了她话，捧着妈妈的脸亲了一口。这样乖的小婴儿，谁舍得放手呀？所谓物极必反，人似乎总会陷入一个怪圈，就像是粘人的小新一样，时时刻刻不能离人的时候，辛妈会觉得麻烦，可当她真的脱离了自己的怀抱，却又无比想念。其实有的时候粘人并不意味着不独立，这仅仅只是一种表达爱意的方式。更何况比起孩子需要父母，可能父母其实更需要孩子。再说辛巴的拖车经历，作为执法者，他确实如人们所说的不近人情，而且拿鸡毛当令箭。但没有他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又将怎么样呢？没人愿意做那个被人讨厌孤立的人，然而这个社会却需要那些被讨厌的人。有了这些少数的令人讨厌的人，整个世界才能被大多数人喜欢。
宁静的夜晚，一个凶猛的野兽推开卧室房门，它伸出爪子将小男孩摇醒，然后就被小新用棍子胖揍了一顿。居然发现头套下的是辛巴，小新还生气补了几闷棍，叫你吓我！夺过小新的武器，辛巴才解释道，他扮是书猎人物，该系列最后一本即将发售，父女俩是来叫小新一起排队的。比起买书，小新更想睡觉，但架不住全家人一起出动。排在辛小妹前面是漫画男，在他眼中，辛小妹装扮是有瑕疵的，比如臂章，比如发卡。听完他那副什么都懂的言论后，辛小妹才淡淡的开口：“我学是漫画而不是电影。”周围人一听都笑了起来，好一记绝杀，漫画男只得灰溜溜地逃走了。这时，店员出来分发手链，谁知还没有讲解完毕，辛巴就从人群中冲了出来。有了领头的人，大家都不好好排队了，一窝蜂全挤了进去。马丁抢到了一本书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被小胖子强行要求读给他听。全家人一起出动，幸福增加也收获颇丰。回家路上，小妹就简要讲完了整本书的内容，结局就是最终打败了敌人。了解完剧情之后，3本书就这样被随意的丢弃在大街上。回到家后，大家都异常疲惫了。我一听到辛巴说可以看电视，兄妹俩又重新振奋了起来。但小新不讲武德，无论看是哪个节目，他都抢先给大家剧透。在连续换了好几个台之后，辛巴终于受不了了，忙让儿子闭嘴。这时电视上播放了一段芭蕾舞短片，他在最后说道：“巴斯比芭蕾舞学院要来春田镇，将要停留1周的时间。”得知这个消息后，辛巴很是激动，他对女儿说芭蕾是自己的梦想，还向辛小妹展示了他的破碎梦想之盒，这里面装的是他一生想做却从未有机会做的事。芭蕾在所有遗憾中占有很重的分量。辛小妹很奇怪，既然这么喜欢，那为什么没有坚持呢？辛妈告诉女儿，上身的发育破坏了她身体的平衡，她长完一边再长另一边。辛小妹对妈妈遭遇深表遗憾，看着她以前跳芭蕾时快乐的样子，辛小妹劝说道：“现在重拾梦想也不算太晚。”玛莎·葛莱姆就一直跳到了70岁，她从未放弃过舞蹈。听了女儿的话后，辛妈觉得自己又有自信了，转头就对刚上来的辛爸说：“默默，我又能去跳舞了。”第二天，母女俩就来到了芭蕾舞学院。巴斯比向学员们示范了一段舞蹈之后，就开始点名让他们尝试。第一个被点到是辛妈，努力回想起来老师刚才动作后，辛妈勉勉强强将它复原了出来。这对于刚进班的学员来说，巴斯比觉得辛妈还是有几分天赋的。得到鼓励之后，辛妈就留了下来。有基础的人就是不一样。辛妈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像以前那样柔软，只见她慢慢将腿抬高，怎么放不下去了？她使劲按压之后，直接摔倒在地。这时老师走了过来，他告诉辛妈该卷铺盖走人了。辛妈十分难过，拖着腿一瘸一拐的离开了。小梅很不高兴这人这么说自己的妈妈，冲上去就跟巴斯比对线。她本来很不高兴，不料一看到辛小妹站姿，就被这标准的舞者姿势征服了。巴斯比对辛小妹说：“你的体态天生自然优美，你愿意付费来做我的学生吗？”辛小妹有些犹豫，这时辛妈冒了出来，抱起女儿就说了一句：“完全愿意。”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辛小妹留在了芭蕾班里，稍不留神，她又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，化身成了一个旋转小陀螺，将其他学员都掀翻在地。老师也没了办法，只得让大家休息一下。走出教室，辛小妹忍不住抱怨道：“这实在太难了。”一个女孩安慰她：“慢慢习惯吧。”芭蕾舞演员本就是要长期顶着压力，为了集中精神，保持体态消瘦、优雅再消瘦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女孩告诉她，找到适合自己的办法，比如说瑜伽，或者说是沉思。辛小妹觉得沉思这个可以有，但女孩接下来说，对于芭蕾舞演员而言，抽烟才是唯一的途径。辛小妹惊呆了，只见周围的女孩全部都叼着烟吞云吐雾，这可不是好孩子该做的事儿。辛小妹也表示那会要了你的命的，不然女孩根本就不理会这句话，还用灵活脚给自己点了根烟，以表示他们抽烟是老天爷都允许的。这套炫酷姿势差点就迷惑了辛小妹，但她坚持住了，说自己只需要新鲜空气，不料这也只是2手烟罢了。接下来的舞蹈训练中，辛小妹比以往跳的都要完美，连老师都忍不住夸赞她实在太棒了。临走之际，辛小妹不禁有些疑惑，为什么今早自己会这么精神呢？之前那位女孩告诉她，应该是来源于间接吸收的精气神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辛小妹被一阵烟雾吵醒了，她换好成辛小妹成年时的样子，告诉她是时候该抽烟了。辛小妹很坚持，她明白香烟有各种好处，但她们都是属于失败者的。烟雾并不赞同辛小妹的观点，她列出了好几个爱好吸烟的成功者，比如波伏娃、米德、伊丽莎白一世、劳伦巴卡尔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辛小妹心中的女英雄。还有莉莉安·海尔曼，她说抽烟赋予了自己精力去创作剧本，没有香烟就没有海尔曼。他们围绕在辛小妹身边，引诱她堕落在香烟之中。第二天，辛妈开车送辛小妹，她很高兴女儿得到老师的表扬。辛妈已经开始想象自己的女儿未来在林肯中心跳芭蕾舞了。再次跳舞的时候，辛小妹心情特别烦躁，时钟的指针仿佛也变成2根香烟。终于到了休息的时候了，辛小妹想要吸一口2手
手烟，无奈今天风很大，烟雾都被吹走了。这时辛小妹注意到了旁边有一根点燃的烟，她实在忍不了了，见她就打算喂进嘴里。突然辛巴夺下香烟，踩扁之后仿佛还不尽兴，又补了几枪才算完。将辛小妹带回的路上，辛巴还是难以置信自己的女儿竟然在抽烟，将拉到了辛巴的面前。辛巴打算告诉她不能再让女儿学芭蕾了，不曾想竟然看到了一个超大蛋糕。辛巴说她很高兴，作为一个母亲和青年芭蕾爱好者，女儿是一个优秀的芭蕾演员，面对如此有活力的妻子，辛巴实在很难强硬地说出必须让辛小妹停止学习芭蕾。做父亲可真是令人头疼。辛巴最终还是同意了让女儿继续学舞，但他也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绝对不能抽烟，包括二手烟。为了确保辛小妹听话，辛巴派出了小新全天候贴身看护，接下来时间都在进行排练。没有了相应的支撑，辛小妹的舞步笨拙又不稳，中途休息的时候看着其他女孩吞云吐雾，辛小妹踌躇不敢向前。这时女孩呼唤她过来加入他们，辛小妹终究还是没能抵抗住诱惑，大口大口的吸起了那些烟雾。她不知道的是，自己的一举一动已经被小新看在眼里。她掏出手机拨通家里的电话，辛巴表示他要将事情一次性解决，还有5分钟就正式演出了。辛巴在窗外看姑娘们都走后，转身告诉小新，是时候实行我们疯狂的计划了。第一步，把小浣熊从这里抛上去。要说这小浣熊为什么这么听辛巴的话，就要将时间调回母女俩第一次去芭蕾舞学院的时候了。母女俩出门之后，家里就父子俩的天下了。辛巴将儿子带到了地下室，表示要向他展示一下黑暗深处的家庭秘密。打开上锁的房门后，里面悬挂着一屋子的腌牛肉，这些可都是辛巴的宝贝财产。他告诉儿子，接下来的时间自己来切，他来腌。这次的亲子活动，小新很满意。牛肉腌制好了之后，辛巴将阿普请到了地下室，打算将他们再快一买上市。然而打开房门之后，里面牛肉干却不翼而飞。本来满怀期待的阿普，如今只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。他表示自己再也不会过来了。阿普走后，父子俩开始调查罪魁祸首。小新发现储藏室门被啃坏了，而且地板上有脚爪印。有了这些信息，真相已然明了。辛巴觉得小偷就是弗兰德，虽然弗兰德有不在场证明，但辛巴却不打算放过这位老邻居。这时小新救出了他，爸爸你看，浣熊家们正在不停地吃牛肉干呢。夜晚，父子俩布置了一个陷阱，在树等门前放着掺有着安眠药的牛肉干，等到浣熊们吃下，他们就可以将其一网打尽。不料浣熊们吃了好一阵子都没反应，倒是辛巴没吃几口就变得晕乎乎的。好吧，看样子是把牛肉干放反了。出师不利没有打击辛巴的信心，他拿起菜刀就打算和浣熊干一仗。小新忙劝说爸爸放弃，因为他从未打赢过任何动物，比如说上次和蠕虫打架。辛巴表示自己是不会怂的，俯身又钻进了树洞，不料却被眼前景象激起了爱心，因为浣熊一家太像他们自己了，也有辛巴和小新，辛妈和辛小妹，而且辛巴也会对着儿子使用掐脖神技。辛巴将小家伙们带了出来，便亲自将牛肉干分给了他们。时间回到辛巴实施计划的时候，小浣熊从通风管道里进去之后，按照辛巴的指示叼走所有的香烟，顺便还顺走了一打钱。这一麻袋的香烟刚好还解了市长的燃眉之急，不过对象怀孕这个急，辛巴就救不了了。芭蕾舞的首演很顺利，观众们好评如潮。中途休息的时候，姑娘们照例准备抽根烟，但她们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一根。再次表演的时候，她们舞步凌乱，一拳在舞台上跳得乱七八糟，有的对着墙上禁烟标识狂吸，有的胃口大开，直接抱着骨头啃，有的抽小册子，有的抽头发，还有的人去舔椅子下的口香糖。小妹实在忍受不了眼前闹剧了，她声明要揭发一项反人类的行为，那就是芭蕾。对女性而言，跳芭蕾做作且不公平。说罢，小妹当即扔掉了这罪恶之血。巴斯比很生气，他说小妹永远不能贬低芭蕾，然后就跳着舞步轻快离开了春田镇。全家人终于又能心平气和的在一起吃饭了。小妹很高兴自己能够戒烟，辛妈学到了不要让孩子替自己圆闷。闻此，小新忙问爸爸自己是不是不用成为墨西哥摔跤手了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辛爸将头套给儿子戴上，当即就让他表演了一段。这天，两家人一起在外野餐，突然辛巴发现小新身上有只蜜蜂，为了女儿的安全，辛巴小心翼翼地告诉她该怎么做，不料她自己一顿骚操作，将自己给坑了进去。马蜂窝往头上一戴，餐巾往身上一裹，活像一个超大版辛巴。这时，眼镜爸让大家保持安静，说自己和眼镜妈有个大消息要宣布。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小新迫不及待开口了：“你们是失散多年亲兄妹，或是同父异母，还是孪生兄妹？”爷妈实在听不下去了，直接打断了小新，说他们俩要复婚了，这是个好消息啊！大家都纷纷送上自己的祝福。烟仔终于又重新拥有了完整的家庭，一家人幸福的彼此相拥。很快就到了眼镜夫妇举办婚礼的日子，辛巴却不知道该选哪一条领带出席。辛妈向他建议挑一个能搭配他眼睛颜色的领带。闻此，辛巴顺口就问：“那是什么颜色？”这一问可惹了大麻烦。你不知道我眼睛什么颜色？我当然知道了。那你说是什么颜色？
辛巴遮住眼睛，等待辛巴的答案，这可把辛巴给难住了。他平时从来没有注意别人眼睛的颜色，都是通过肤色来判断。不料这次辛巴不打算轻易放过他，宁愿在房子里磕磕碰碰，也要遮住自己的眼睛。婚礼开始，辛巴很惊讶眼镜妈竟然穿的白婚纱，看来他将以前的经历都清零了，正打算为此和妻子达成默契，谁知辛巴并不买账。你倒是擅长看别人衣服颜色，却不知道天天给你做饭的人的眼睛的颜色。接着就是牧师宣读结婚誓言，虽然他们的婚姻磕磕绊绊，但好在最终两人还是在一起。婚礼过后，两人就去度蜜月了，儿子嘛就留给辛普森家帮忙照顾了。眼镜妈怕儿子吃不惯，还给他准备了分量充足的便当。晚上睡觉之前，辛巴还贴心给了两个小家伙讲起了故事。眼镜仔现在幸福感爆棚，爸爸和妈妈重新在一起了，他从此又可以快乐每一天了。另一边，复婚周的眼镜夫妇如今就像是新婚似的恩恩爱爱，如胶似漆。眼镜爸握住妻子打算开门的手，亲密的抱起了她，表示要名正言顺的开启这段婚姻。不料海上颠簸，眼镜爸抱住眼镜妈不断后退，最终竟然从轮船上掉了下去。两人漂浮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，茫然无措看着轮船越开越远。小贤眼镜仔正在院里玩耍，突然小新发现一个动物的洞穴，俩男孩对他通向哪里产生了好奇，于是将水灌进了洞口，然后水就从女孩们的餐布下冲了出来，水柱包裹着的还有数不清的狼蛛。新小妹被这幅场景吓得惊声尖叫，而恶作剧得逞，两男孩乐得捧腹大笑。眼镜仔觉得这是自己玩的最爽的一周，就连爸妈是否回来他也不在乎了。此时一辆白色车正缓缓驶向春田镇，在辛普森家的门前，他停了下来。接着屋内响起了门铃声，眼镜仔打开门，看到两位军人，他们告诉他他的父母在海上失踪了。眼镜仔在一瞬间就失去了笑容，他觉得这是自己的错，是自己说不在乎他们会不会回来，结果就一语成谶了。此时小新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拿着水管就兴冲冲去喷眼镜仔，得知他的父母可能过世了，小新也不敢再继续闹腾了。眼镜仔有些不甘心，询问他们失踪能否再被找到。军人表示他们会尽力的，但大海捞针，眼镜仔爸妈生还的可能性很渺茫。辛爸辛妈都来安慰这个可怜的小家伙，表示一定会找到的，还让他在此之前就一直在这里住下。又是一天清晨，为了安慰失去双亲的眼镜仔，辛爸也努力的关心他，要不要喝点海洋之心振作一下？哦，不是，船长麦片怎么样？七大洋食品调料，海中鸡金枪鱼，这一顿骚操作整的辛妈都受不了了。会不会说话？不会就别说了。然后就把辛爸赶去了老毛子酒吧了。辛妈决定做件事情，让小家伙振奋起来。眼镜仔深感绝望，比如说参加葬礼嘛。辛妈忙制止了他，安慰说希望总是有的，但马上军人就探了个头，告诉眼镜仔他们已经停止了搜救工作。为了安慰好兄弟，小新故意在游戏里输给他，但依然没能让眼镜仔高兴。生活已经够苦了，为什么还要打打杀杀呢？小新也感受到眼镜仔低气压，还将自己的奶瓶给他喝。眼镜仔觉得确实需要补充一些能量，不料喝奶样子让他清醒了过来。为什么要当一个巨婴呢？大男孩就应该揭开奶嘴，大口大口的喝。眼镜仔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装可怜了，因为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，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为了得知辛巴的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，辛巴在家里翻箱倒柜，好不容易找到了结婚纪念册，没想到上面居然上了锁。老婆，结婚相册密码是什么？我们的结婚日期。辛巴放弃了，生活真是处处是难题。一天，孩子们在学校玩弹珠，小胖子猛地一拍，让马丁的滚到独狼那里去了。隐藏在阴影处沉默不语的男孩其实就是眼镜仔。小妹有些惊讶，他仿佛不是自己记忆中的样子。小新跑到了众人面前，告诉他们自己的朋友有些苦闷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对他额外友善一点。小胖子倒是不管这些，上前就说：废物，你妈妈给你打电话了。眼镜仔没有生气，只是平静地说：总有一天你会比我更害怕听到这些话。他没有丝毫畏惧，反而一步步逼近了小胖子。继续啊，揍我啊，说不定还能感觉到一点痛楚。然而往常揍人姿势摆好，小胖子却下不去手了。小妹走到眼镜仔面前，牵起他的手，那是我见过你最勇敢的举动。眼镜仔语气淡淡的：我一直都好希望你能握住我的手，可真的实现了，却麻木的没有任何感觉。虽然如此，小妹却对这样的眼镜仔格外着迷。小胖子转而嘲笑小新：看来你现在不是学校里最酷的小孩了。他的话在午餐的时候得到了印证，大家都围在眼镜仔的身边，可是小新却无人陪伴，即使糊涂蛋也说他是在丢人现眼。校车到站了，同学们还对眼镜仔依依不舍，都表示如有需要自己愿意帮助，但眼镜仔拒绝了，他现在不想再依靠别人了。小新见好朋友如此受欢迎，很不甘心在同学们面前表演了段街舞，结果就只是在自取其辱而已。新妈还是心疼儿子的，愿意陪他
跳街舞。可是小新胸中的郁闷还是无法排解，看银仔的人气遥遥领先，小新觉得照这势头下去可不行，要是能够让他重新回到快乐时光，也许自己就能够重新变酷了。他想到，要是有家里人来关心照顾，或许眼镜仔就能高兴起来。小新在记忆里仔细搜索，想到每年圣诞节，眼镜仔都会收到来自加州丹麦奶油曲奇，那个地方有他最喜欢的叔叔。事不宜迟，小新马上拨通那里的电话。接机的那天，小新亲自去机场。在他的印象中，眼镜仔最喜欢的叔叔应该和他本人一样是个书呆子。不料这人完全出乎小新的预料，扎克叔是个非常酷的男人，而且还非常看不惯软弱的书呆子。小新惊呆了，直接问人家是否愿意当自己的叔叔。当眼镜仔见到扎克叔叔的时候，并没有马上扑过去寻求安慰，反而是一脸冷淡，表示已经学会照顾自己了。扎克叔叔了然，他知道侄子的自立成熟，而且已经完全脱离了荷兰味儿，成为了一个真正丹麦人。但他还是觉得他应该抱抱自己的叔叔。见眼镜仔还是有些不愿意，扎克叔将他强拉到身边，并向他保证他以后再也不会孤独了。眼镜仔终于卸下防备，抱住了叔叔。小新觉得万事大吉，自己又是个酷盖了。但没想到人们为这个拥抱感动的泣不成声，反而让眼镜仔的人气更高了。小胖子表示要当他的守护者。这天，辛巴在家里打扫庭院，他很苦恼，到现在也想不起辛巴眼睛的颜色，棕色不是，橙色不是。老辛普森听到儿子纠结絮絮叨叨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你以前不是对老婆了如指掌的吗？甚至还专门给他写了首歌。老辛普森这么一说，辛巴想起来了，确实有这么一首歌，就是竹爬。辛巴唱了起来：我深爱的女孩有着漂亮的头发，蓝色秀发常常垂下，我深爱的女孩有着美丽的双眼，快乐时神采闪现，悲伤时隐隐惹人怜。她双眼胜过天下宝石，动人的，纯洁的。是什么来着？辛巴感觉后面歌词已经走到嘴边了，可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。他扔掉了竹耙，觉得老婆再也不会爱自己了。谁知辛巴一脸感动，他都忘记还有这么一首专门为自己而做的歌。当着辛巴的面，他摘下了墨镜，露出了那双真紫色的眼睛。辛巴想起来了，这他们第一次接吻时所在的池塘边那排猫柳的颜色。这对夫妻总算是又和好了。在扎克叔叔的带领下，眼仔上天入地，还学会了开飞机。现在他已经一扫当初的阴霾。小新在房间里看到他们如此开心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他跑去询问妹妹，为什么眼仔越开心，自己反而越难过。新小妹解答他的困惑：你再担心眼仔以后就不需要你了，爱都是自私的。刚开始小新还不愿意承认，但很快他又撑不住了。他承认自己确实很爱眼镜仔。一天，校长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，他告诉大家，本校最阔学生眼镜仔要离开学校了。他和他那个同样很阔叔叔要去乘坐热气球，永远的回到索尔旺去了。眼镜仔表示，此行充满了艰辛和困难，但总还是强过学校体育课，这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。体育老师却不服气，在现实之前，攀绳技能可是事关生死。话音刚落，眼镜仔就拔掉了绳索，再见了旧生活。看热气球腾腾升起，小新快步追了上去，别走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不能不走，那我和你一起。说着，小新又沿着绳索往上爬着。到达热气球后，两好朋友终于又在一起了。远处的小岛上，眼镜爸、眼镜妈在此处生活，他们已经做好了一个滑翔伞，若是能赶得上信分，他们明早就能到达佛罗里达礁岛群。不料刚还没冲出去，就看见自己的儿子。接着，滑翔伞撞到了热气球，所有人的交通工具都毁灭了。只有眼镜仔很高兴，因为爸爸妈妈都还活着，他再也不用学会自立了。但眼镜爸不是很乐观，他们现在都被困在了岛上。扎克叔叔表示不用担心，他已经用无线电呼叫救援船，当然船们都是勇敢的丹麦人。这句话让眼镜爸有些不满，应该是娘娘腔的丹麦人。然后两个人就这样扭作了一团。人总在一瞬间被迫长大，或许是在空荡荡的房间忍不住想家，或许是在生病之后强撑自己去医院，又或是被灯火阑珊大楼包围，身处无边繁华，却没有一盏灯，一扇门是为你而留。得知父母可能已经不在了，几乎在一瞬间，眼仔的心理防线全面崩溃。他不再是个无忧无虑的男孩，而是必须对自己人生负责的独立个体。相比之下，家庭和睦，亲人尚在小心，整天都活得不知天高地厚，还十分艳羡眼仔拥有的人气。透过他，似乎能看到小时候渴望长大自己，总觉成年人不受约束，他们的世界光鲜亮丽，光怪陆离，却不知道他们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。虽然如此，他们也没有终日愁眉苦脸，就像是后来走出阴霾的眼镜仔。长大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事实，得知世界残忍的另一面，却依然义无反顾地热爱它。
或许就是对生命最大的意义，最热烈的温柔。要是有哪个地方是小孩子的聚集地，那就一定要说漫画店了。小新也在其中寻找感兴趣的漫画书，连续过滤掉好几本，终于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臭名昭著的金刚狼。眼镜仔凑了过来，为什么这个争议这么大呢？正说着，小新把书翻开，里面的爪子划伤了眼镜仔的脸，这小家伙当时就哭了，滴滴泪落在了漫画书上。然后漫画男走了过来，说他的眼泪将这本漫画书弄脏了，让眼镜仔必须将这本书给买下来。小新有些生气，觉得漫画男对他们太苛责了。然而他的话并没有让漫画男态度好转，反而阴阳怪气的说他们可以去别处买漫画，比如干洗店、床上用品店。他就是欺负孩子们只能在这里购买漫画，却不想对面新开了一家书店。于是孩子们一窝蜂都跑去了对面。书店老板马洛接待了这些孩子们，进去之前还给他们分发了日本硬糖。伴随着一首韩国的流行曲，孩子们冲进了书店。这里十分宽敞，不仅是书、玩具、游戏机一应俱全，图书种类众多，连新小妹也很惊讶。比如她现在手里的这本，就只在高中的语法课上听过。一个小男孩带着狗子，打算从黑兰花帮救出比利时大使。然而还没走出城堡，地面突然一阵猛烈的颤动，城堡的外皮剥落，内里竟是一枚4级火箭。还没看到后续故事的发展，新小妹就一不小心撕碎了书页。马洛走过来安慰小姑娘，不要紧的，这些书本来就是提供给大家阅读的，是用来享受，而不是用来储藏，也不是必须要把它们都给卖出去。孩子们听到他的这些话后，钦佩的不得了，都说马洛太酷了。听到同伴们的夸赞，小新却没有人云亦云。让我来看看你对超级英雄了解多少。面对来势汹汹的小新，马洛毫不惊慌，放马过来吧，谁更强大，巨岩还是绿巨人？马克轻松一笑，拿起一旁的书讲解道，绿巨人曾把巨浪踢到太阳上去，而巨岩曾背起了芝加哥熊队，这确实是相当难以抉择。马洛询问小新会怎么选择，得知这个人竟然想倾听自己的意见，还愿意探究漫画里出现的东西是否是真实的。小新现在是彻底被马洛征服了，都完全不记得以前跟漫画男好的时候了。自从这家书店进入了春田镇，兄妹俩就找到了一个固定去处。这天，新妈送走了他们，站在神奇女侠立牌身后逗小新玩。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好身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新妈自我安慰道，不能和广告立牌做比较。这时混混小白说，你比很多超级英雄瘦多了，比如地震女之类的。另一个混混忍不住皮了一下，说还有小白的妈妈。然后这3个混混又开始打了起来。新妈突然也觉得或许自己该减肥了。书店正在举办签售会，到场的作家都是新小妹喜欢的，艾伦·摩尔、阿特·斯皮格尔曼、丹·克洛。他对丹说，自己对幽灵世界的女孩们感同身受，是他们的出现让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独。但是丹只是机械的签了名，随意附和了2句。接着他又问新小妹认不认识蝙蝠侠的制作人，因为他非常想画那幅漫画。丹还向新小妹展示了他画的蝙蝠侠腰带。小新来找的作者是艾伦，因为他画了小新最喜欢的放射性人。艾伦并没有因为他的画感到高兴，反而质问小新，他所喜欢的是不是就是一个无放射性的爱爵士乐的瘾君子？小新完全不明白艾伦的意思，因为他喜欢的是主人公揍人的样子。这时眼镜仔走了过来，请艾伦在他的监视者宝宝 DVD 上签名，还问他喜欢的是哪一个宝宝。他的话刺激了艾伦，瞧瞧那些公司都做了些什么，不仅窃取了你的想法，还吸干了他。一旁的阿特说话了，让艾伦冷静一点。闻此艾伦叹了一口气，妥协了，然后拿出小露露看了起来。这边的矛盾告一段落，那边的争端又起来了。漫画男推门而进，来势汹汹地指着马洛，对孩子们说，这人和他们不是一伙的，因为他有女朋友。他的女朋友草莓此时也在书店，他大大方方地向孩子们介绍了自己，女孩们看起来还挺喜欢他。见一击不中，漫画男又说还有一个重磅消息，那就是他的店里现在出售忍者武器。他这样的做法震惊了马洛，你卖武器给孩子们那不管用。小新也在一旁附和道，接受现实吧，火七郎，这个人才是我们镇上应有的漫画男。漫画男见这些孩子没有回心转意，直接恼羞成怒，掏出武士刀就在店里大肆破坏。最后3位作者出马制服了这个破坏分子。决定减肥之后，新妈来到了一家健身房，介绍人告诉她，一切运动都有教练带领，而且像新妈这样的妈妈一族，还可以和孩子一起打跆拳道。看着那些生猛的孩子，一个飞踢就将妈妈掀翻在地，新妈就觉得我还是一个人跑会儿步吧。没想到这个跑步机存心跟她作怪，要么就是上坡，要么就是下坡，都没有一个正常一点的模式。然而一看旁边的人，2对男女竟在上面跳了起来，他们彼此之间配合的默契无比。新妈都被打击的没信心了，就想着还是去冲个澡吧，谁知竟然引来了众多人的围观。普通男孩告诉他，有个脏的地方没洗掉。经历了这一场社会性死亡之后，新妈是再也不愿意去这个健身房了。她由衷的希望能有为普通女人定做的健身房。这时她看到了已经关门大吉的漫画店，也许她可以试着办一家这样的健身房。不久之后，店面就装修完毕了。新妈在墙上张贴了一个规定，没有男士，没有手机，没有镜子，没有羞愧。辛爸倒是一贯支持妻子，但他并不会觉得有女人会不希望男人来评价自己。没想到一打开门，外面就已经排起了长队。辛妈退了回去，告诉老婆我们要发了。之后辛妈的健身房生意蒸蒸日上，去过的朋友都说好。新小妹作为前台负责接电话，她告诉妈妈，每项训练都
都已经预定了好几个月了，是时候开第2个塑形店了。下一个被取缔的是小丑的快餐店，他坐在阶梯上失声痛哭，不相信劳务委员会关掉了自己的店。不过这也很正常吧，无论从食材还是对员工的态度，他的店都非常不合格。随着辛巴的事业欣欣向荣，无数的杂志上都出现了他的身影。这天，辛巴参加了一个访谈节目，但这个节目不是很靠谱，主持人不知道该怎么与辛巴对话，只得用布谷鸟时钟安抚观众，把辛巴弄得莫名其妙。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辛巴躺在酒店的床上，别提有多享受了。亲爱的，我真喜欢跟你一起出差，这里真是一个度假胜地。辛巴左手冰淇淋，右手虾，睡在躺椅上，他现在才知道吃软饭到底有多么快乐。这时旁边一位帅哥也附和着，对呀，没有什么比得上这种快乐了。这位帅哥又叫来了其他几位，让他们都来见见这位新晋的软饭男。辛巴毫无愧色地向他们介绍道，我叫 Homer， 我老婆开了一家女人专用健身房。其他几个男人也介绍了自己的妻子，其中有个发明的速瘦丸，辛巴还买过。那人说，不坑你们这些冤大头怎么开宾利。辛巴说自己还没想好买什么车，那些人让他快点做决定，因为感觉他老婆也要换新型号了。还说随着老婆们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他们就会甩掉原来那个又肥又老的糟糠之夫，然后去选择包养他们。辛巴不相信，觉得妻子绝不会抛弃自己。墨镜帅哥告诉他，这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，比如他开始涂脂抹粉，穿着华丽，再也不想跟你说话，还充满活力。辛巴虽然嘴硬，但身体却很诚实，慌忙跑回了房间去找老婆。一进门就发现他正在打扮自己，但辛巴还是决定再试试第2条，就问妻子今天过得怎么样。辛巴虽然一开始假意推脱，但之后就认认真真给辛巴讲起了自己的经历。然而辛巴的注意力已经飞到电视那里去了，辛巴也懒得讲，转身就要离开。辛巴抓住最后的机会问妻子开心吗？活力充沛吗？辛巴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。当然这个词对辛巴来说如同晴天霹雳，他一边哭着一边收拾东西。晚会上辛巴正与人交谈，一位女士说辛巴现在有钱了，该换个包了。但辛巴觉得这个旧的他已经用习惯了。辛巴只添了半截话，就以为那些人在劝辛巴甩了自己，冲过去就阻止那些人继续说下去。辛巴的胡闹惹恼了辛巴，她扔下丈夫去了洗手间，见自己闯了祸。辛巴害怕极了，忙向一旁的帅哥3人组求救，说辛巴要离他而去了，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黑头发的小黑将他叫到一旁，说自己本来是原配丈夫，之前也是又丑又胖。这一对比，辛巴觉得自己知道该怎么留住妻子了。辛巴来到医院，医生向他讲解了胃绕道手术，他们会在辛巴的胃上绑上松紧带，这样一来任何固体的食物就不能进入胃部。这个手术存在风险，但辛巴很坚持，于是医生就说那就开始吧。辛巴知道怎么才能最快的麻醉自己，那就是看一眼做手术的账单。做了手术后，辛巴进食都从狼吞虎咽变成了细嚼慢咽，他现在吃什么都必须用破壁机打碎。直到深夜，辛巴才结束一天的工作。当他看到卧室被布置得如此浪漫时，着实吓了一跳。今夜的辛巴也格外贴心，不仅小嘴跟抹了蜜似的，睡衣下面也没了肥肉，但在辛巴没有看到的背面其实都是不堪。等到老婆要看背面时，辛巴又将肉挪到了正面。关了灯之后，他那些肉还被辛巴当做了旧毯子，这样糟糕的经历实在太痛苦了。辛巴找到了医生，表示要做全方位的整形手术。另一边，市长给辛巴开了表彰大会，为了奖励他，还颁发了100块钱的购物卡。这时辛巴冲到了台上，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变了样子。他先是问人们看不看猛男，然后就脱下了外面的风衣，皮肤裸露在外面。辛巴觉得这些填充物弄得自己很痒，医生适时出现给他解释了一下，医院的硅胶用完了，所以现在他的身体里塞的是臭袜子。只见辛巴一用力，里面的形状就显露了出来，然后他就被镇上的人们都当做了怪物，他们拿起钢叉就要将辛巴就地正法。慌乱之中，辛巴抱起妻子爬上了钟楼，只剩下他们2个人了。辛巴说出了心里话，我理解你想要变得更帅的心情，但事实上我事业太有成了，我要找个最正点的老公。辛巴哭了，说自己不能没有他。不料辛巴下黑手将他从钟楼推了下去。即将落地的瞬间，辛巴从梦中惊醒，他很奇怪自己怎么还是原来的样子。辛巴说自己已经知道了他要疯狂整形的事儿，她不同意丈夫这么做，而且让医生松开了她的胃。她轻抚丈夫的头，你还是我以前爱的那个男人。原来刚才那些可怕的事都是梦。不过辛巴也吸取了教训，那就是整形手术尚不完善，完善之后再去做吧。父子俩去商场买相机电池，辛巴教育儿子不要看那些卖的贵又没啥用的东西，他们的目标就只有电池。一路上他们都确实抵抗住了诱惑，但是到了结账的时候，售货员告诉辛巴，只要购买200元的电视录像机就可以免费获赠相机电池。还有这等好事儿，辛巴马上就买了，还暗自腹诽这个售货员是个傻子。机器买回来后，辛小梅立刻帮忙安装，电视关了整整5分钟后终于安装完毕，辛巴的命算是续上了。辛小妹告诉大家，现在看电视机可以直接跳过广告，她拿遥控器向
向大家演示了一遍。比如看动画片到高潮部分，销售告诉大家广告之后马上回来，以前需要等待，现在则可以直接快按到关键部分。录像机深得新妈的喜爱，有了这个神器，她终于可以理清故事的来龙去脉了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沙发将电视机的组合一直陪伴着新妈，就连吃饭的时候，新妈都舍不得对遥控器撒手。她觉得这宝贝改变自己的生活。仅仅几天时间，她又看了好几部电视剧。晚上，新妈又在电视机面前睡着了。突然，她听见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，猛地睁开眼睛，才发现这声音是从电视机里传出来的。这人是基斯·奥伯曼，他生气地称新妈为电视窃贼，光看电视节目却跳过赞助他们的广告，这导致新妈成为世界上最邪恶的存在，连秃头都只能甘拜下风。新妈不服气，你们赚钱难道还不够多吗？有人说看你坐过商务舱。奥伯曼有些恼羞成怒，说自己是迫不得已的，还问新妈觉得自己长得帅吗？这当然是无可辩驳的。奥伯曼告诉新妈，这需要20个人的团队帮助自己维持现状，没有广告费，他就会变成泥沼怪兽。说着，他就一层层揭下了头套，最后一层无疑是最恐怖的。新妈忙吓得闭紧了双眼，连连求饶：“我会的，我会看广告的。”第二天，新妈又践行自己的承诺，即使再无聊，她也不跳过广告。家里人对新妈的举动感到很奇怪，更奇怪的是，新妈像是着了魔似的，表示要全方位的支持赞助商们。好在接下来的广告稍稍缓和了新妈的疯狂。这是一个牛仔打扮的男人，他为自己新开张的家庭式排骨屋打广告，声称这里有为所有人量身定做的料理，比如说超大份排骨、清汤面条、德州豆腐，还有国内最简单的拼图，每样食物都像是长在辛普森一家的味蕾上。一家人马上开着车就朝着排骨屋进发了。然而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，偌大停车场竟然空无一人。不过辛巴还是很开心的，并这样一来，排骨就他一个人的了。不料推开排骨屋的大门，里面空荡荡的，没有桌子，也没有椅子，没有烤架，也没有吃的，而且突然门和窗都锁死了。从里间出来了一个人，就是电视上为饭店打广告的男人。他打断辛巴提的各种要求，告诉眼前辛普森一家，你们都落入了我精心设计的陷阱。幸好梅是第一个察觉不对劲的，因为眼前这个男人的声音十分耳熟。他反应过来，那广告就是个骗局，是为了把他们引过来特别设计的。那句台词倒过来念就是戏子鲍勃。家们全部绑起来之后，鲍勃打算讲解一下此次的终极复仇计划。小新是极度不耐烦的，作为被阿豹刺杀多次的小男孩，他实在没有兴趣每次都听阿豹杀人未遂之后干的破事儿。小妹也不高兴，为什么就不能聊他们最近做了什么呢？阿豹受不了这些不安分的人质了，直接打开了幻灯片，就开始给大家讲。漫长又无聊的讲解之后，阿豹终于切入了正题。他告诉眼前这些人，他们会死在一场悲惨事故中，有一个失效的笔记本电池引发的血案，它会因为过热而爆炸，而点燃下面的 TNT。阿豹已经等不及了，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：如果木已成舟，就让他立刻追分。说完，他又转身按下了开机按钮，然后阿豹打算就此消失，这次不容有失。但新小妹叫住了他，你已经犯了一个错误。莎士比亚说的是就让他立刻成分。就在麦克白第1幕第7场，你好好查查。小美果然抓住阿豹的脾性，就算已经踏出门去，阿豹还是倒了回来，用电脑搜索这句话，然后他就把自己给杀了。电视台再次报道了阿豹的谋杀，10次杀人未遂，他再次被捕。在进监狱之前，法院再次审理了阿豹的案子。法庭上，没有律师的阿豹为自己辩护，他说自己的确想杀死辛普森一家，但是他申请无罪释放，因为他精神失常。然而这一切都是由小新的迫害造成的。阿豹请出的第一个证人是他的父亲老罗伯特的医生。阿豹的母亲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女性。罗医生表示，阿豹是个安静的孩子，他有先天心脏缺陷，一直体弱多病，但由于小新的折磨，他变成痴呆。律师阿豹询问他痴呆程度如何，完全痴呆。小新听不下去了，这不还好好的为自己辩护吗？怎么就痴呆了？他就是个变态杀人狂。听他这么说，阿豹马上变得可怜兮兮的。你们看，他明知道我现在不好受，还仁义要恶意重伤我，说着就忍不住捂脸痛哭。接着阿豹询问法庭上的人们，你们之中难道没有人被这个小无赖折磨过吗？他难道不应该尝点苦头吗？这么一问，勾起人们的痛苦回忆。小新确实对他们做了很多坏事，就连辛巴都忍不住站起身来谴责儿子。眼见周围人对自己怒目而视，小新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。阿豹再把所有人都当猴耍，他明明是个杀手。看着自己依然没有说服小新，阿豹再也受不了了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药剂，表示大家逼他这么做的。警长认出了那个标签是硝化甘油，吓得忙让人们赶紧离开。小新眼疾手快，抓住药剂，一把扔出了窗外。原本以为自己拯救了所有的人，没想到阿豹竟然痛苦地捂住了胸口，胡乱走了几步之后，竟然倒下了。见此，罗医生连忙走过来查看儿子的情况。阿豹的妈妈也走了过来，她告诉大家，硝化甘油是专治他儿子心脏病的药。习医生也来到了阿豹的身边，正
脉之后，他很确定这人确实已经死了，而小新就是杀他的凶手。媒体新闻对阿豹死大加宣扬，可能就是当你突然死去，全世界都开始爱你。死后的加阳大盗被封为传奇，死去的阿豹也被大家记在心底。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他的葬礼，他的家人们自不必多说。弟弟因为哥哥葬礼暂时出狱，小丑阿可为昔日的同僚演奏了送别曲，每个人都为他死万分悲痛。一曲毕，阿可不禁崩溃的大哭。这时辛普森一家来了，小丑谴责小新说就是这小子杀死了自己的铁哥们儿。闻此，大家都替他感到羞愧。听到大家那不太友好的声音，新妈劝儿子稍微装得伤心一点点，但小新对多次杀害自己的人挤不出一丝愧疚，他觉得自己没啥可悲伤的，说着就生气走出了教堂。辛巴也没有办法了，只得告诉其他人去跟阿豹道别。走到棺材面前，辛巴小声对妻子说道：“老实说，我还是受不了他。没想到这里装了扩音器，他的坏话被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。”辛巴本想救场，结果越描越黑，看来他们一家的形象是不会再好了。小新独自一人坐在街道上，嘴里还不停地咒骂阿豹：“傻子戏子阿豹，死都死了，还来扰乱我的生活，到地狱去吃呕吐汉堡吧！”突然有一个人在他耳边说：“我也曾这么想过。”此人正是阿豹的弟弟。他说自己和哥哥一直都合不来，他说往东，阿豹就偏偏往西。但小新很郁闷，什么也听不进去。见此，阿豹的弟弟告诉他，找回快的唯一办法就是和阿豹和解。小新想了一会儿，好吧，也许他应该送老熟人最后一程。弟弟劝他抓紧时间，因为还有半个小时，阿豹就要火化了。去殡仪馆的路上，小新遇到了眼镜仔。眼镜仔告诉好朋友，他上了报纸头条。小新表示自己要让一切恢复正常，还问眼镜仔是否要一起。眼镜仔拒绝了，说是他爸爸要带他去棒球场。于是小新独自一人离开了。另一边，眼镜仔来到了辛普森家，辛妈见他来送报，就顺便问他有没有见过小新。眼镜仔想了想，说小新应该是去和阿豹告别了。接着他又询问是否可以坐在台阶上休息一下，因为他脚实在疼得要死。小妹察觉出一丝不对劲，脚死，我们快去小新。此时小新已经来到了火化室，他对阿豹的棺材吐露了心里话：阿豹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不过是想让你在牢里被狠揍一顿，但现在每个人都希望死去的那人是我。不料此时阿豹竟然说话了，既然如此，就顺应民意吧。他用刀挑起了小新的衣裳，然后将他扔进棺材里。紧闭之后，阿豹启动了传送带，看敌人即将化作灰烬，阿豹心情大好。拯救小新的路上，小妹道出实情，阿豹在饭店是故意被抓的，他绝不可能记错莎士比亚的名言，因为他妈妈专演莎士比亚的戏剧，他的爸爸是名医生。阿豹在法庭晕倒时，他趁机给他儿子注射了强效药，这是一个邪恶的计划，阿豹的每个家人都参与其中。辛巴询问女儿现在说完了吗？他们绕着殡仪馆有10分钟了。此时被关在里面小新已经开始自我催眠了，瞧瞧这里多么的漂亮啊！听到小新在里面说胡话，阿豹更加得意了。等到人们发现里面的骨灰，就会以为那是自己的，但其实他已经和家人远走高飞了。他那伤心弟弟是最关键的一环，押送他的警察其实是阿豹的父母假扮的。这邪的一家人团聚之后，忍不住为自己的阴谋得逞而得意不已。不料此时辛普森一家也赶到了，见大事不好，阿豹忙启动了加速按钮。辛巴眼疾手快，到了阿豹一脸骨灰，然后辛巴停止传送带，救出了宝贝儿子。刚好警察们也及时赶到了，一家人嘛，就是要整整齐齐进监狱。经过辛小妹身边的时候，阿豹询问他自己到底是哪里漏了线。辛小妹告诉他是那口专为大脚定制的棺材。为什么他家里人会愿意给死人掏这份钱呢？阿豹绝望了，都是大脚惹的祸。成功脱险之后，一家人开了庆祝派对。金妈表示这次阿豹肯定躲不过牢狱之灾。金妈附和道，唯一可以让我们千刀万剐的只剩下眼前这个蛋糕了。没想到阿豹竟然从里面钻了出来，他挥舞着刀，所到之处鲜血淋漓。这样欢乐的场景当然都是阿豹想象出来的。和他关在一起的家人们都已经见怪不怪了，还可以淡定在监狱里玩牌。社会总对弱者格外优待，明明是掌握真相的一方，却因为炮制假象而被大加挞伐。明是不择手段的杀人狂魔，却在死后被奉若神明。雪崩之后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若阿豹真的如愿以偿，那么镇上每一个人都是凶手。正是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语，将小新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恻隐之心的确是每个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，它可以温暖孤独的人，也可以点亮心上的灯，但有的时候，它也可以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。那些利用人心弱点人自然可恶，但若是能够保持自身的清醒，便不会成为他们手中的枪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19季第10集。快到下班时间了，辛巴三人眼巴巴地望着秃头，用意念催促他快点离开，因为老板不走，他们也不敢走。然而秃头好像存心作怪，没走2步就跟人聊了起来。还好辛巴机智，直接给那个给秃头聊天的人打了个电话：我把你家里人绑了，不想他们有事的话，就离秃头远点。这个倒霉的家伙吓得够呛，遵照辛巴的指示，蹦蹦跳跳地离开了。这下秃头终于离开了公司，打工人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光。好不容易
容易能够早点回家，还在路上，辛巴就让妻子煎猪排，可是紧接着他就被泼了一盆冷水。辛巴说今天是本月的第1天，也是辛巴起誓要节食的第1天，不是他故意挑辛巴的毛病，而是他这个吨位着实令人忧心。小新就曾嘲笑说辛巴的重力太大，把太空中的卫星都吸得脱离轨道了。听妻子这话，辛巴知道节食已经不可避免，于是就干脆决定最后再满足自己一次。他来到了快餐一条街，一次性吃了个够。最后一步就是处理车上的垃圾，巧了不是，前面就有专为司机设置的垃圾桶，不管有用没用，辛巴一股脑全扔了进去，其他的东西也就罢了，一罐需要谨慎处理的液体也被扔了进去，直接就把管道给腐蚀了，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酿成大祸。辛巴又扔进了一根点燃的火柴，这下好了，整条街都炸了，而他呢，开着车毫发无伤的离开了。辛巴的骚操作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，几乎把镇上味道还不错的餐厅都给炸没了，还让那些可爱的吉祥物只能沦落街头，默默淌着眼泪哀叹自己悲惨的命运。这时辛巴站了出来，作为一个吃货，他不能忍受汉堡流泪，他大声疾呼我们必须重建快餐大道。辛巴说他不希望生活在服务生上菜的世界，也不希望椅子固定在桌子下，更不希望没有能够扔掉孩子的臭水沟。他号召大家重建一个更好更强大的快餐区。可能是他的气势和声音感动了镇民们，他们都挥舞着双手表示赞同，但政府没有足够的钱，只能够发行公债了。辛小妹不同意，这样做会把负担转移到他们这些孩子身上。不料小新反驳了妹妹，你傻呀，我们再发行公债负担这项支出，然后让小新思考该由谁来买单。见大家都没意见了，镇长将公债议案纳入到了下届镇长选举之中。考虑到明年6月份太过久远，镇长将选举提前到了下周星期2。当然，这也就意味着春田镇长大选是全国最早的大选了。很快，新闻界就接到了这个消息，各路媒体纷纷驱车前往春田镇。这里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么热闹，候选人、左派激进分子、选民等等充斥在镇上的各个角落。说到选民，就刚好看见了老谋子，于是肯特就采访了他，你支持谁？但这家伙顶多是个凑人数的，说自己喜欢美女和甜甜圈。看到这里，辛妈关掉了电视，他不喜欢铺天盖地的选举新闻。这次辛小妹难得和爸爸观点一致，父女俩都对大选很感兴趣。辛小妹很高兴春田镇成为了政治中心，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智库专家。说到智库，辛爸也有自己的看法，不过也就只是他个人的看法罢了。因为大选的缘故，老谋子酒吧也变得很有人气，他们在这里办公喝酒，倒是给他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。春田小学外汇聚了众多媒体，其中就有约翰·斯特华特。就在他还在纠结有没有自报家门的必要时，小丑阿可走了过来，他们的确是老熟人了。阿可一把拍走了摄影师，就跟约翰叙起旧来。这不是大家最喜欢的政治搞笑明星吗？约翰见到他也有些惊讶，他们很自然的聊了起来。阿可说这场大选让人疯狂，对吧？有很多的喜剧成分，比如见他有意问自己，约翰就接过了话头。这里的气氛比任何地方都要热烈。没想到他话音刚落，阿可就背过身去记在了小本本上，所以叙旧是假的，阿可的真实意图就是套约翰的笑话。明白了这点后，约翰也不多说废话，直接甩下一句我会努力记住曾经辉煌的你，就离开了。这可把阿可整迷糊了，我一直都很烂啊。春田镇长的选举风波刚过去，马上又到了总统大选的日子。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镇民们的倾向，选举的相关人员还成立了焦点小组，企图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。然而播放了一段共和党候选人的宣传片后，焦点小组的观察重点全都放在了视频出现的奶昔上。选总统这件大事儿在他们眼中就跟儿戏一样。大选期间，每家每户都在庭院立了块牌子，上面写着他们家支持的候选人。当然，这些也不全是由人们自己决定，比如支持希拉里的，就有一些是克林顿帮忙立的。调查民意的小姐走街串巷，突然发现了还有一家尚未做出决定，没错，就是辛普森家。小姐姐拿起广播就扯着嗓子吼，然后辛普森家就被各路媒体包围了。辛妈一打开门，一群陌生人就像强盗一样，不由分说的就冲了进来。一份烤鸡，几个候选人共用，摄像头下一人一句选举口号，明明是来拉选票的，却是每个人都自说自话。对于这种强闯民宅的行为，辛巴终于被惹火了。如果你们不是我老婆家的亲戚，也不是我家的，就赶紧滚蛋。老谋子酒吧里聚集了很多对政治家有意见的人，当然那些媒体也不是什么好鸟。校长说他们都没有全面报道，只会宣布一个领先候选人。此话一出，大家都深表赞同。这样形同虚设的民主，还不如永远废除。军事独裁都要比这选举靠谱一点。弗兰德问大家到底该怎么办，又不能选择不投票。这时辛巴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也许他们可以提名一个最荒唐的人做候选人。话音刚落，韦根警长就毛遂自荐了。辛巴觉得还不够，但已经很接近了。很快，这个新的候选人就上了新闻。这个人就是糊涂蛋拉尔夫·韦根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他那一张舔插头的照片竟然获得了53%潜在选民的喜爱。一个新的领先候选人已然诞生。辛巴对此很是骄傲，因为所有一切都是他
他促成的。这场闹剧还在持续发酵，不仅仅是春田镇新闻，国家首都的直播也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拉尔夫这个还在尿床的小男孩，到底能否一路杀出，完成从芝麻街到白宫的旅程？节目的女主持人表示，对于一个极度渴望换个口味的国家，拉尔夫就是政治界的一股清流，而且他还有很多名言为人们所熟知，比如关于移民政策改革、陌生人危机、对政府花销的态度。我一共只有这么多钱。另一个让人们比较关心的点就是拉尔夫到底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？看到电视上那些议论后，辛小妹都震惊了，这些人居然把拉尔夫的参选当真了。见女儿这么担心，辛妈安慰道，她相信这股热潮会平息的，让辛小妹对大众选民的智慧有点信心。然而她的话音刚落，两个拉尔夫的脑残粉就进来了，父子俩穿着支持拉尔夫的衣服，嘴里还喊着我挺伟哥的口号。小辛亲切地拉着妹妹的手，让她加入他们的阵营，还说拉尔夫承诺了一个印度纽纽勒部长的职务给他。辛小妹生气地驳斥他，拉尔夫不可能当上总统的，他在阅读小组里是最笨的。然而辛爸打断了他的话，做总统是很容易的，只需要派出军队，然后下达命令。共和党总部人们正在进行密谋，他们决定将拉尔夫提名为自己党派的候选人，毕竟这已经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选择了。民主党此时也在密谋，他们也想要拉尔夫作为候选人，因为他的支持者众多，一旦成功就是整个党派的胜利。原本无人问津的小笨蛋，此刻却成为了政治家眼中的香饽饽。两党人士全都聚集在了拉尔夫的家门前，希望这孩子能加入自己的阵营。一见门打开了，话筒就对在了拉尔夫的脸上。肯特问他，两个党派都想提名你，作为他们的候选人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看着儿子有些不知所措，韦根警长鼓励道，选一个吧。他们一派有一只驴子，另一派有一只大象。拉尔夫沉思了一下，说了一句埃尔默。没人觉得他来自于芝麻街动画片，都在费尽心力思索这个名字到底出自哪个党派的名人。为了证明自己才是对的，韦根和阿卢直接抛下了拉尔夫，跑去世界大百科全书办公室去查资料了。孤零零的拉尔夫又遭到了人们的围追堵截，看着他害怕地关上了门，人群中的辛小妹直摇头，躲回家里并没有换来安宁。那些政治家直接翻墙而进，逼这个小朋友做出选择。这时辛小妹冲了进来，她挡在了拉尔夫的面前。得知这女孩曾和拉尔夫有过约会，他们就让辛小妹替拉尔夫做个选择。等到那些人走后，辛小妹才对拉尔夫说，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对你，他们只是想利用你。然而拉尔夫却说，也许是我想要利用他们。这句话把辛小妹吓得不轻。拉尔夫接着又说，利用他们让这个国家再次崛起，如果我们不爽，随便说两句，世界上其他的人就得客客气气的，我们就可以控制所有的繁荣经济。没想到拉尔夫这么有想法。拉尔夫表示，你可以做我的第一夫人。交谈完毕，拉尔夫沿着欢呼声走了出去。接下来是一则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发布的政治宣言，同情心、坚韧、好奇心，这些都是拉尔夫韦根不懂的词，但是他也不需要懂得，因为他每一天都在身体力行。宣传片里还出现了支持他的人，兰尼表示他会投票给拉尔夫，因为只要看到他的笑容，就会让人觉得现在一切都好。虽然也许事实并不是如此。视频的最后，拉尔夫说，想要一辆3轮车，一只不会吃掉我的风火轮的狗狗，还有美国的大好前途。车程漫长，小新很无聊，看着一旁认真看书的妹妹，她突然扬起手打了自己一巴掌。妈，丽萨打我！辛巴没有理会两孩子的打闹，辛巴的破车让他不得不将全部注意力放在驾驶上。见妈妈没有理会，小新就是要跟妹妹画3八线，当然并不公平，只是换方式欺负辛小妹罢了。然后兄妹两人开启每天打架日常，这下辛妈终于忍不住要管两孩子了。不料砰的一声追尾了，看着猫眼的车头还真让人头秃。小新又迟到了，不过这次呢，他可以理直气壮的说，我出车祸了。但小艾老师并没有给他加谢机会，只是让小新回去老实坐下。不曾想他的位置竟然坐着别人。小艾向他介绍，这位同学名叫唐尼，是被其他学校赶出来的，转到了春田镇。既然原本的位置被占了，威力就给他找来了新的课桌凑合。这位新同学很不简单，刚来就敢公开羞辱小艾，看着周围笑声一片，小新瞬间觉得自己的地位被取代了。一天，小新经过教学楼的时候，竟然发现前方聚集了大量吃瓜群众，凑近一看，才发现是唐尼在恶作剧。眼见教学楼被垃圾覆盖，同学们都为壮士欢呼，对他的崇拜更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小新不乐意了，没有谁能夺走自己春田镇一哥的地位。他快步走到唐尼身边，警告这位仁兄，这是我的地盘。唐尼并不屈服，你的地盘马上就会改头换面了。眼见对方并没有丝毫胆怯，小新决定用实力表明自己才是老大。不料跳上跷跷板，垃圾并没有弹到墙上，反而正中了他自己。这场比试他输得彻彻底底，辛巴的车损坏严重，只得开到车行找人专门维修。工作人员表示，这需要1周的时间，在这期间会辛巴另一辆车代替，这辆代替品又新又漂亮，而且还是免
免费的。被这天大馅饼砸中，辛巴笑简直停不下来，开了理赔的车，谁还想要开自己的破车？一路高歌猛进。辛巴看到前方踩着滑板的小新，于是就开始了他的恶作剧，不紧不慢的跟在儿子身后撞他，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，非要载他去兜风。这样的父爱着实令小新喘不过气，只得拿着滑板上了车。看着儿子不住的叹气，辛巴就问发生什么事了。小杨将学校事告诉了爸爸，近来家伙抢他的风头。辛巴好好安慰了儿子一番，表示自己还是很相信他的，毕竟论调皮捣蛋，小新应该是绝对不会输的。听了爸爸的话，小新重新振作了起来，还说明天他就要去学校证明自己最牛逼。见儿子心情变好，辛巴终于可以秀一下他新车了，将所有天气都可以在车内模拟，父子俩都玩嗨了。体育馆内，校长和威利正在打球，玩的小新暗中窥视了这一切，悄悄拿出偷来的钥匙，打开了储物柜，他将校长鞋子拿出来，载入了自己带的铁鞋垫。校长丝毫没有察觉到脚上的不适，还像往常一样站在舞台上讲话。不料他的紧缩计划还没有讲解完毕，双脚就不受控制的动了起来，当场就给同学们表演了一段舞蹈。这当然不是什么巫术，而是小新拿着词也在台下操控呢。听着校长在上面各种惨叫，小新别提有多高兴了。终于，这场恶作剧也该落幕了。校长不停后退，栽在了早已准备好的陷阱里。等到一切尘埃落定，小新才从舞台下方升起，潇洒吹去了武器上的余烟。这次同学们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，在他们的接力中，小新稳稳落座。这时，校长回到了舞台上，谁干的？双手叉腰。他表示查不出来，谁也别走，还说自己将不会用公校校规来惩罚，而是要用天主学校校规。闻此，孩子们吓得鸦雀无声。小新也不安地咽了咽口水。不料此时，唐尼站了起来，大声地说：“这件事是自己干的，有人承认就好。”校长让唐尼立刻去办公室等他。趁唐尼还没走，小新忙追上去：“你为什么要带我受过？不知道？我欣赏你呗。”他的举动打动了小新，他揽过唐尼的肩膀：“以后我会罩着你的，出来以后记得找我。”被带到办公室后，校长对眼前男孩扬起了手，然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我们要恭喜你成功打进去了。”小新也很欣慰，终于有内部的人了。他们打算驱逐小新很长一段时间，具体有多长呢？最好的情况是停10天学。之前校方也有曾试过，在小新的组织里安插间谍，但都失败了。被打后，他们有些精神都不太正常了。唐尼表示自己一定会找到小新的罪证。刚好此时小新过来找他了，两人就顺势在他面前演了场戏。见他这么受欺负，小新安慰道：“一起去兜风吧，我知道哪里景色不错。”接着，唐尼就被带到了树屋，小新向他展示了蓝色的长藤糖，得知了临时来的珍贵。唐尼适时夸赞道：“只有你配置这种蓝色的。”小新向新交的朋友吐了吐自己染蓝的舌头，然后两人一起搞怪，树屋的气氛欢快极了。吃罢，小新塞了一大捆在唐尼的衣袋中，告诉他拿着明天醒酒。接下来就该讨论正事了。小新表示唐尼可以加入他们的校园恶作剧，看他对此很感兴趣。小新嘱咐眼镜仔开箱上好的果汁，当然这是用来打果汁大战的。新小妹听到动静，原想加入，但被喷了一身的果汁后，选择了放弃。她进屋后发现辛巴正在挤番茄酱，为给这个家省点钱可真不容易。这时，辛巴捧着一束花来到老婆身边，邀请她在这黄昏时分与自己同游。得知理赔车很是高端，辛巴欣然接受了丈夫的邀请。音乐一放，天窗一开，车内气氛一下子就上来了，还有美酒和蜡烛，无论在哪里都能享受烛光晚餐。就在两人躺下打算深入沟通感情之时，辛巴的电话响了，是车行的人打来的，说他车已经修好了，但有了这么香的车，谁还想要那破车？辛巴表示自己绝不会还回去的。不仅如此，还让对方欣赏他们夫妻的甜蜜。回到唐尼的卧底经历，加入恶作剧小队不久，他就迎来了第一次正式行动。眼仔和小胖子在外斗殴，吸引了校长注意力。他和小新趁机溜进办公室，偷到了教室休息室的钥匙，然后小新告诉他，进去后将咖啡罐里放入蟋蟀就走人。没想到开门一看，里面只放了2张桌子。带他们进去后，门就关上了。然后校长将留堂的牌子给挂上了。后来有无数次针对校长的恶作剧皆以失败而告终，甚至有时候小新还反被校长羞辱了。这些经历让小新不得不思考，为什么校长总是能快自己一手。威利听到他的抱怨，走过来神神秘秘地说：“我有消息，你可能会感兴趣，那就是校长在你身边安了个眼线。”他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，但他知道校长正准备跟此人接头。小新接过威利的情报后，马上追了上去。走进图书馆，小新看到了校长，但另一个人在阴影中，他看不清。眼看这个奸细就要离开，小新忙追了上去。不料刚好到了下课时间，那人马上就淹没在了无边的人潮中。好不容易越过了重重阻碍，却不曾想被坑去打了一针。最终他还是没能看到卧底的脸。小杨将伙伴们带到了一块空草坪上，他说在自己信任的人中有奸细，这人到底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还是另一个最好的朋友，或者是这个刚认识的家伙？最终小新选择人是眼镜仔，他觉得这个小子不甘臣服，才做出了背叛的事，惩罚就是被关在空地上的储物柜里。唐尼有些可怜这只替罪羊，小新安慰道：“没事的，几个小时后就放他出来。”眼仔被关，3个小伙伴重聚树屋。小新表示奸细已除，是时候整票大的了。这计划他想了好几个月，那就是往校长家里扔鸵鸟蛋。这么丰富的内容，想想
想都刺激。另一边，辛巴正开车带着女儿兜风，辛小妹也很喜欢爸爸的新车，她从未想过一辆美国生产、由德国设计的，在墨西哥用加拿大零件组装的车能够这么棒。辛巴也没想到开了这么多年的破车，终于能……话还没说完，他又看到自己的破车，他正被车行挂牌出售。很快就有人前来问性能：“你确定这车能穿越沙漠吗？”当然了，你们准备干嘛？这位买家表示会先拿它练练靶子，然后再让它拿给兄弟们爽一爽。辛巴无法忍受他们这么折磨自己的爱车，冲过去就撕碎了价格，然后将它开走了。当然，自己的女儿也还是要接走的。小新回到学校后，刚好遇到校长要他帮忙订横幅，他如今是春风得意，都开始纪念起来春天小学的和平岁月。看到那得意的样子，小新暗暗说道：“等你家溅满鸵鸟蛋清时，看是你笑还是我笑。”正说着，小新注意到了校长的舌头竟然是蓝色的，他想起了自己给唐尼的长藤糖，想起了他们的舌头。此时他才幡然醒悟，唐尼才是奸细。小新甩开了手上的横幅，生气地离开了。约定行动的时间到了，小新告诉两个小伙伴，在此之前先停下来处理一个小问题。他让他们带到了一间仓库前，威力替小新打开了房门。进去之后，小新立刻指着唐尼：“你是奸细。”唐尼自然是百般否认，抓弄错了。但小新握有证据，想的舌头是蓝色的，因为他吃了唐尼给的长藤糖。眼见无可辩驳，唐尼只得告知了一切。没有人愿意当奸细，但他没得选。校长和校监想要找个人打进小新团队的内部，一个没有前科的人。他们淘汰了很多人，直到看在外打马蜂窝的他。他真向小新表示歉意，听到他亲口承认，小新很是难过。虽然他们认识不久，但在小新心里，唐尼就像他的亲兄弟一样，多说无益，背叛就要接受惩罚。他们准备了2车曼陀斯和剑仪，两者放在一起会产生奇妙的反应，所有的液体都会流进校长的办公室。谁知话音刚落，校长和校监就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他们终于掌握小新恶作剧10句，校长很得意，我就知道鸵鸟蛋的事是个障眼法，因为告诉小新有奸细的那个人也是个奸细。威力走了出来，他表示这叫碟中谍。至于为什么为校长工作，那是因为他可以得到小学毕业证书。校长对小新做出了最后的惩罚，你将被送往一间最严厉的少管所。当然，唐尼在其中功不可没，他背叛了一个关心他的朋友，余生应该会常常想起这件事吧。看小新即将被带走，唐尼突然下定了决心，在他们走出门之前，他让2辆车相撞了，而小新则被唐尼救到了屋顶。如今他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，但这也意味着唐尼必须离开了，回到以前的生活，只为活下去努力。临走之前，唐尼对小新说：“也许有时间我们可以聚聚。”本集致敬了2005年播出的警匪动作片《无间行者》，该片翻拍自香港经典影片《无间道》，大致内容是黑帮与警方之间互相培养卧底，安插在了对方内部，然后以此为前提展开各种斗智斗勇。最终，警方和黑帮都决定开始洗底行动。动漫简化那些险象环生的情节，着重刻画了唐尼和小新的友谊。或许在孩子们眼中，并不存在成年人世界里的是非对错，绝世兄弟就应该讲义气吧。难得到了晚上，辛巴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夫妻生活。然而辛巴实在是太胖了，稍微接一下吻就喘个不停。辛巴有些担忧丈夫的身体状况，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。第二天晚上，辛巴刚好停车，就兴冲冲往家里赶。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吃到香喷喷的饭菜了。不料今天晚餐竟然是开水煮菜叶。辛妈说这给他准备的新减肥餐，辛巴难以接受。原来计划不是好好的吗？辛妈说自己昨晚见他毫无精力，让他很担心，于是就雇了一个营养师北西白薇。白薇告诉辛巴，他自己以前有400磅，可现在却从臃肿变成火辣，一切都得益于简单营养疗法。总的来说，就是无论想吃什么都吃灯笼椒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辛巴都将灯笼椒作为主食，无论是在外看比赛，还是在自动贩卖机上购买，甚至在老模子酒吧，灯笼椒都是辛巴的不二之选。然而到了减收成果的时候，辛巴竟然长胖了7磅。他解释说，肌肉比脂肪重，但很明显他又在胡扯，因为他的身上全都是肥肉，减肥没有效果，让辛巴心生怀疑，你不会偷偷加餐了吧？辛巴当即表示自己被冤枉了，而且还说不愿意再跟辛巴这种小人说话，说罢就离开了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肉还被夹着。辛巴自然是不信的，毕竟那肥肉围起来都可绕房子1圈了。为了抓到实据，他在房间里东翻西找，不料辛巴来到他的背后，嘿，在找什么呢？我也在找东西，一个难吃的灯笼椒。说着就当着辛巴的面吃了起来，然后得意的离开了。兄妹俩又在家里拌嘴，辛巴忙过来调解，刚好看见电视上正在播放一档节目《真相大追踪》，主持人表示，如果恋人欺骗了你，就可以拨打他们的节目热线，如果相信也可以拨打，因为大多数欺骗发生时，人们并不知情。辛巴眉头一皱，结识欺诈，这节目管吗？这么想着，辛巴就将兄妹俩都赶了出去。他表示自己要打一通成人电话。没过多久，节目组的人就来了。辛巴向主持人展示辛巴的照片，他说自己怀疑他减肥耍花样，因为曾经他就会躲在厕所吃零食，而现在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。说着，他又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主持人安慰道：“别冲着我哭，来对准那边的镜头。”跟节目组合作之后，辛巴就没怎么管孩子们了。即使发现他们有些不太对劲，但看到准备出门的辛巴，他就忘了询问孩子们，明明是周六，辛巴却说出去上班。孩子们且不论，这男人肯定有事瞒着他。等到辛巴出门之后，辛巴拨打电话，目标
已上路。辛巴丝毫没有发现，他后面还跟了一个大尾巴。停车之后，辛巴又走进了一家餐厅，刚进门，主持人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注意进券。”听到指令后，摄影师也跟了进去，他让辛巴吃东西的过程全都录了进去。回家之后，辛巴心情大好，他带回来了满满一箱子辣椒酱和薯片。谁知还没有吃进去几口，就有人回来了，是小新和新小妹。辛巴一见他们就异常慌张，但没想到他们也同样慌张。三人说的话都是牛头不对马嘴。听到动静后，辛巴跑了过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所有人都是统一的回答：没事儿。又说为什么兄妹俩会这样不安，就得提到另一条故事线了。当时兄妹俩被辛巴赶出去之后，来到春田国家公园。小新很惊奇，他还不知道镇上有这样的地方。小妹有些无语：你上周才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告。小新表示那都是在网上抄的。兄妹俩没骑多久就遇到了跪在地上的马丁。新小妹有些好奇他在做什么。马丁表示他正在考古寻找建筑，利用假期做这种事儿。小新觉得这哥们指定是有点毛病。不料妹妹也加入了考古队伍。马丁拿起自己用的刷子，邀请小新一起来，让他来刷，自己来吹。但他怎么会将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呢？于是乎就骑车离开了。又骑了一段距离，小新遇到了正在睡觉的骨头男。骨头马丁，小新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恶作剧。他取下骨头不久，就找到了马丁和新小妹。他告诉他们自己有一个重大的发现。将马丁带过去之后，果不其然，他被露出了小半截骨头吸引出目光。然后马丁蹲了下去，仔细的刷上面的灰。而此时，小新拿住了绳子的另一端，他重重一拉，骨头破土而出，正好打中了马丁的脑门。这孩子在惊恐中不断倒退，然后从栏杆上滚了下去。还好有一个平台接住了他。小妹找来了一根长杆，想把他拉上来。不料此时马丁正处于昏迷状态，小妹的杆子一戳，将他戳下了山崖。这下马丁是彻底掉了下去。小新吓坏了，立刻打算逃离现场。小妹叫住了他，不能就这样跑走。小新想了一下，妹妹说的对，所以他选择骑上自行车逃跑，顺便摇着铃铛驱逐恐惧。兄妹俩回到家后，小妹很认真的对哥哥说，马丁很有可能受了重伤，甚至更糟。但小新根本不想听这些，他打开了电视，想赶走这些坏想法。谁知刚好此时一条新闻播了进来，肯特表示一个小男孩在春田国家公园坠落，警方找到了遇难者的护衣袋，上面清楚写他的名字马丁普林斯。警长断定这是场意外，马丁现在应该已经被豹子吃进了肚子里，因为他现在还在不断吐着他的寸山。新闻播报完毕后，兄妹俩面如死灰。小新很慌，怎么办？我们杀人了。小妹有些生气，我那是想帮他，顶多就是个共犯。等等，我是个共犯。这么想着，他又幻想出来在监狱撸铁的样子，墙上挂着当年让他入狱的新闻。流动图书馆里永远没有他想要的书，这实在是太恐怖了。小恩是真的害怕了，当即打算去警察局自首。小妹目光闪烁，紧接着他拉住了哥哥，先等一下，马丁确实是死了，但这只是意外，即使毁了我们的生活也于事无补。小新不敢相信这新小妹能说出的话。你是说我们不该说实话吗？我是说这比1万个 A 减都还要糟糕。正好此时亲妈走了过来，兄弟俩还在外面玩的怎么样？小妹飞快的答道，我没出去，我们一直在家里。亲妈眉头一皱，觉得有鬼。女儿语速快不是个好兆头，但最终她还是什么都没有问。没过多久，学校就召开了马丁的追悼会，校长在台上为他做了祷告。马丁是个腼腆别扭的孩子，他永远也不能履行承诺，长成一位奇怪和令人讨厌的大人了。紧接着播放了一段追忆片，在幻灯片中，那个小男孩是那么的开心，虽然在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独自一人，但他总能找到让自己快乐的办法。小新看这个短片之后，更为自己所作所为伤心不已。小妹直接在一旁不断提醒他，周围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兄妹俩对话引起了小胖子的注意，他觉得马丁死因没有这么简单。他恐高，按理来说不应该出现在悬崖边上。红发无力将马丁所有东西全都扔进垃圾桶里。他没走多久，小新就钻了出来，眼看四下无人，他带走马丁的遗物。另一边，小胖正在调查事故现场，他没过多久就发现带绳子的骨头。时间回到辛爸和兄妹俩对辛妈说谎的时候，当天晚上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眠夜。辛妈对空荡荡的床，不知丈夫又去了什么地方。新小妹不安地望着天花板沉默。小新正看马丁的日记，那里面详细记录蝴蝶破茧的全过程。另一边的旅馆中，辛爸带回了一大块烤羊肉，今夜是他对美食的极致享受。主持人透过摄像头看到这一切，忍不住对录像人说，算了，这太辣眼睛了，还是关掉吧。第二天出门的时候，小妹戴上墨镜遮住眼睛，本想低调行事，却撞上警员阿卢。他很亲密地摸了摸他的头，你好啊，小杀人犯。这句话可把新小妹吓得够呛。不过阿卢其实只是想夸他很酷。在货架面前，小妹让哥哥装成购物的样子，还让他俩不要靠得太近。眼见阿卢正注视着自己，忙拉住哥哥的手，佯装自己被欺负。这时小胖子走了过来，他对兄妹俩胡扯了几句之后，临走之际才不经意切入了正题。小胖子说自己去了春田国家公园，也就是马丁坠崖的那里。他发现一个系着绳子的骨头，这很像是有人在整蛊马丁。小胖子询问小新，你最喜欢整蛊了，不是吗？一听对方怀疑自己，小新有些口不择言，我是喜欢恶作剧，但其他人也喜欢啊，比如说洗衣神。没想到洗衣神就在他身后，我讨厌恶作剧。小胖子没有再理会小新狡辩，因为他要赶回去吃晚餐了，徒留下兄妹俩大眼瞪小眼。晚上，新小妹偷偷来到了小新的房间，她说自己已经想到了办法，那就是停尸间砍下一只手来，然后再把指纹全都印在栏杆上。但她没有想到，小新并没有回应自己。打开灯一看，才发现根本就不在卧室，整容
上面放有一张他留下的字条，我不能带着内疚活下去，我要去马丁家把一切了结。另一间卧房，辛巴正在打电话，他想确保自己的烤羊肉还安然无恙。辛巴向他的宝贝留言，他今晚就要去找他。接到消息后，辛小妹飞快向马丁家赶去。一进到后院，他就发现小新在我梁上扔绳子，他忙冲进去，企图制止他的疯狂行动。不料小新只在帮马丁织蝴蝶的帐篷。马丁日记上说，蝴蝶卵今天就要化蝶了，要接一切的意思就是完成马丁的化蝶计划。辛小妹觉得这可怕想法快要把他给逼疯了，照这么下去，自己非进疯人院不可。小新忙抓住妹妹，想让她快点冷静下来，但辛小妹做不到，然后兄妹俩又扭在了一起。这时他们听到稀稀疏疏的响声，原石树上的蛹都快要破茧成蝶了，两人都被这美丽的景象吸引住了。突然，马丁声音在帐篷里突兀的响起：“你们好，我的朋友们，这段优雅的琵琶独奏能缓解你们变欢的痛苦。”通过仔细查看，兄妹俩发现这只是一段录音。辛小妹走过去关掉了录音机，却不曾想这段琵琶独奏仍在继续。更可怕是，这种款式的录音机并不具备倒带的功能，这下可把兄妹俩给吓坏了。难道是马丁回来锁魂了？另一边，辛巴已经来到了餐馆，他的超大份奶油马肉也端了上来。就在伸出勺子的一瞬间，他听到妻子愤怒的声音，看着辛巴那怒不可遏的样子，辛巴只得连连认错：“宝贝，我不是有意骗你，我只不想看你美丽的眼睛闪现失望的神情。”辛巴扬起手，就打算给眼前之人来一耳光。主持人见他这副架势，也在一旁煽风点火，就是这样狠狠扇下去。没想到挨打竟然是主持人自己。辛巴已经意识到这人并不是来帮自己拯救婚姻的，相反，他是在破坏他们的关系。辛巴表示，她宁愿自己的丈夫肥胖而非性感。辛巴万分感动，说要是真有个真人秀，名叫《肥仔也爱妻》，那自己一定会第一个报名。事到如今，再拱火也是没有意义。主持人表示，他今天在辛巴的身上收益良多，现在他要回到剪辑室去，给辛巴一个疯子的形象。此时，蝴蝶帐篷里的音乐还在继续，辛小妹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声源，一不小心还碰到了柜顶上的花蜜，翩翩起舞的蝴蝶瞬间就包围了她，驱散之后，还有一只留在她脚上。她刚伸出手想弹走它，却不料发现蝴蝶只是卡住了。将它放走后，辛小妹幡然醒悟，她刚刚差点就伤害了一条无辜的性命，就让她当时一不小心害得马丁殒命。她再也不能忍受自己向着怪物靠近了。辛小妹仰天大喊道：“大家听着，我们杀了马丁普林斯！”这时，影中的小胖子走了出来。原来刚才音乐都是他在演奏，目的就是为了掏出他们的真心话。为此，他准备充分，甚至还将辛小妹的声音都录了下来。辛小妹快步走到小胖子的身边，我觉得很欣慰，是你发现了。还记得我们约会过吗？如果你放了我，我们就能破镜重圆。但小胖子根本不买他账，直接推开了辛小妹，让她去跟狱警说。这时马丁走了出来，让他们小声一点。蝴蝶宝宝还在旁边呢，他的确没有死。他向大家讲述了事前经过。多年来，他都穿着三角裤，兜腰型腰带。那一天也是他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。那时他刚好落在了 BOSS 窝边，本以为自己死定了，没有想到突如其来的反弹救了他一命。他落在一个小岛上，接下来的时间他都在设计逃生筏，制作短裙。小胖子一拳打断他炫耀裙子，表示能活着回来就好。他希望辛普兄妹能在这事件中得到教训。小妹学到他的鞋子光鲜亮丽，但里面包裹着的是2只极臭的袜子。小新学到的是傻一个呆子一点都不好玩，生活安稳与问心无愧。如果是你，你会作何选择？马丁的意外死亡揭示了兄妹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。辛小妹作为智商担当，一直都是家里最聪明的存在，思考问题也自然更加深远，所以她会努力补救哥哥犯的错误，但也会酿成大祸后极力掩盖，甚至不惜砍手也要毁灭罪证。她的确是很聪明，但也是真的冷血。她无法无视任何弱小生命，却能够对一条人命缄口不言。反观小新，她确实没有妹妹那么聪明，甚至一开始就想过逃走，可也是她在努力完成马丁的遗愿。也许小新的行为的确很傻，却实实在在守住自己心底的善良。